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频道，我是 Sandra。这几天呢，最大的消息就是混币协议 Tornado Cash 被美国的财政部列为制裁的名单。根据美国财政部8月8号公告表示，包含 Tornado Cash 协议、官网以及多个相关以太坊和 USDC 的地址呢，都已经被列入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 SDN 制裁名单中。OFAC 也表示，Tornado 的服务经常被北韩资助的骇客组织拉萨路使用。那众所周知的是拉萨路呢会使用被盗资金帮助北韩为他们的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除了制裁 Tornado Cash 本身之外，所有在美国进行的交易或传输到美国涉及受制裁者的任何财产或利益交易呢，都是禁止的，除非说这些行动有得到 OFAC 的授权。而这一个行动呢，也是拜登政府打击北韩持续使用非法系统的最新举动。根据美国财政部表示，自从2019年 Tornado Cash 推出以来，就已经帮助网络的犯罪分子洗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再根据 TRM Labs 的分析，光是北韩网络的犯罪者，今年就使用 Tornado Cash 洗钱超过10亿美元了。而这其中呢，也包含了最著名的 Ronin 跨链桥攻击。而 TRM 甚至怀疑，上周对加密 Nomad 跨链桥的骇客攻击，幕后黑手可能来自于拉萨路所为。虽然说这一点目前呢还没有被证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Tornado Cash 是骇客们最爱用的混币器。比较有趣的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8号的早上曾发表了一则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到 Tornado Cash 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由北韩国家所支持的骇客组织，被北韩用于洗钱。但是在布林肯发表这则贴文的1个小时又3分钟后呢，这则推文就被删除了。接着布林肯又发了另外一则新的推文，他在新推文中提到，我们将继续积极采取行动，打击为犯罪分子洗钱的混币者。今天财政部将 Tornado Cash 列入制裁，因为它已被利用于受美国制裁的北韩所资助的骇客组织洗钱。声明接着补充说，协助犯罪分子的虚拟货币混合器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财政部将继续打击这些服务。另外，财政部也在 Twitter 上表示，尽管公众另有保证，但是 Tornado Cash 一再的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阻止为那些恶意网络行为者洗钱，并且没有采取基本措施来解决其风险。几个小时之后Tornado Cash 的共同创办人之一 Roman Semenov 也发推文表示，他在开发者平台 GitHub 上的账户已经被停权，所以现在写开源代码是非法的吗？其实早在之前的采访中 Roman Semenov 就曾经表示，由于去中心化协议的设计方式对去中心化协议实施制裁，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该项目是基于智能合约，而这也意味着决策是有预先编写的软体程序，而不是由个人做出的。隐私服务的目的呢，是在没有集中控制的情况下运行。但是很显然的 ，OFAC 现在将 Tornado Cash 列为制裁的名单，而这个举动呢，也证明了 Semenov 先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早在今年5月 ，OFAC 就制裁了另一个混合服务 Blender， 而这也是第一次将加密混合服务加到 OFAC 的制裁名单中。根据当时的新闻稿声称，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 Ronin 攻击收益是透过 Blender 洗钱的。虽然 OFAC 当时只有制裁 Blender， 但其实 Tornado Cash 以及其他的混合服务在追踪被盗资金的连锁分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 Nansen 的数据表示，在今年6月 Ronin 跨链桥遭到骇客攻击后，Tornado Cash 上的以太币存款就飙升，
总体而言，近几个月流进 Tornado Cash 的以太币总量约有18% 是来自于 Ronion 的骇客。在这起重磅新闻发布前 ，Tornado Cash 的名号就已经非常响亮了，有不少的人会将它与犯罪的温床画上等号，因为我们常在骇客的新闻上看到它的出现。但其实 Tornado Cash 的本意呢，是为了要保护个人的交易隐私，而不是要成为洗钱的工具。区块链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公开透明。举例来说 ，Chain Analysis 就是专门追踪链上的犯罪金流，帮助企业和政府追踪加密货币的赃款流向。透过区块链上的数据，所有的踪迹呢都会无所遁形。但是相对来说，在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隐私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你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怕别人知道？确实是这样，没错。但这边我们就要先来厘清一下，什么是隐私，什么是隐匿。很多人呢会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我在这边举例，让大家了解一下之间的差异。隐私的意思呢，是指个人有部分不想让众人知道，也有权利呢去保护不想让众人知道的部分。例如，我今天早上吃了一颗苹果，虽然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我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以这就是隐私。而隐匿的意思是指隐藏，也就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例如，我今天要去水果摊偷了一颗苹果，我不希望被任何人知道，那这就是隐匿。换句话说，隐私是预设匿名，但事后可以选择性的自我揭露。但隐匿则是希望永远不被任何人知道。Tornado Cash 的开发者就是希望打造一款保护用户隐私的交易工具，但骇客却常将它用来隐匿赃款。Tornado Cash 是基于零知识证明在以太坊上实现的隐私交易中介层，它可以确保用户断开链上活动中的链接，改善接收者和目标地址之间的交易隐私。当代币从 Tornado Cash 中存入或是取出时，原本的地址与新的地址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举例来说，如果小王想要隐匿他的资金，小王会将他的代币提交到 Tornado Cash 的智能合约中，在那里呢，它与其他的代币混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单独的地址重新发送给小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追踪资金的来源呢，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以及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骇客那么喜欢使用 Tornado Cash 来隐匿非法资金的原因。随着隐私技术的发展，区块链可能会演变成我们对隐私保护的一个美好乌托邦。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于隐私探讨的面向也会有越来越多正反面。虽然说人们需要自由，但自由意味着权力的泛滥和生态的不稳定。所以监管层面一定不会放纵不管。在网络的世界中，用户需要隐私，但服务机构却可以借用数据的力量得到他想要的。虽然在这之间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便利的服务，但是呢，这中间也会产生不少矛盾，最后问题也只会随着技术不断的更新，再衍生而出更多新的问题。那在这边也呼吁大家不要滥用科技的技术来进行私人图利，考量隐私、道德与责任，我们才能够更顺利的推动资讯的安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